周日，中国和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在新加坡会面，打破了两国2年多来的外交僵局，这被舆论视为两国迈出的积极一步。而澳大利亚贸易部长法瑞尔在此之前也表态，希望恢复贸易关系，将在 WTO 部长级会上寻求与中国商务部长会谈。中澳关系改善的机会和窗口到来了吗？有澳方官员就告诫说，中澳两国的关系距离正常化依然长路漫漫。周一，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有利于两国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与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勒斯的面对面会谈，是中澳自2020年来的首次高级别会谈。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两国防长交谈了1个多小时。马勒斯说，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很复杂，正是由于这种复杂性，双方现在的对话非常重要。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周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我们希望澳方本着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精神，同中方相向而行，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周日报道称，这标志着中澳外交机制冻结情况正式结束，也将被视为两国迈出的积极一步，可能为双方更多高层会谈铺平道路。华尔街日报评论称，此次会谈可能预示着中澳紧张局势将得到更广泛的缓解，包括在贸易方面。事实上，身为国防部长的马勒斯当天在会见记者时，也跨界表达了寻求对华经贸关系转圜的意见。Th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s broad and it is complex. China's our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and we value a productiv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nd it's a point we've made for a long time. 澳大利亚大选后，舆论对中澳关系抱有期待，认为有改善的空间和机会窗口。前不久，李克强总理向澳大利亚新任总理阿尔巴尼斯致贺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一道，总结过去，面向未来，秉持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原则，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汪文斌在周一记者会上透露，中方收到了阿尔巴尼斯总理致李克强总理的复谢信。中方已经收到了阿尔巴尼斯总理致李克强总理的复谢信。我愿在此重申，一个健康稳定的中澳关系，符合中澳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正如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不久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的，改善中澳关系没有自动驾驶模式，重启需要采取实际行动，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也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两国防长见面前，澳官员已向中方抛出橄榄枝。据天空新闻网澳版周六报道，澳贸易部长法瑞尔当天喊话中国官员，希望恢复贸易关系。法瑞尔周末正前往日内瓦参加 WTO 第12届部长级会议的途中，他公开表示将邀请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进行会谈。法瑞尔说，中国是澳最大贸易伙伴国，双方都能从经贸往来中受益，我期待着能够尽早与王文涛部长接触。澳民间寻求改善对华关系的声音一直存在。近日，西澳洲各界人士表示，希望继续加强同中国在多个领域的友好合作。澳巴校联盟首席执行官汤姆森在出席澳中商会行业峰会时，警告并敦促刚上台的澳政府，如果中国学生无法返澳，澳大利亚将难以在经济上取得进展。但这些破冰举动是否意味着中澳关系的改善？有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市场对澳大利亚的吸引力显而易见，但并不意味着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已经实质发生转变。Anthony Albanese already recognised that we were going to need to do more in our region. We couldn't be so dependent on the China market. But the China market is huge. We want to do more trade with China. 澳大利亚前国防事务官丹尼斯·理查森告诫说，中澳两国的关系距离正常化依然长路漫漫。他说，我认为我们不会在短时间内寻求中澳关系有任何惊人的突破。但理查森也指出，新政府不会带着自由党在位10年所积累的藤壶、伤痕和包袱行进。10年后的政府变革为澳中关系改善带来了机会。藤壶是一种海洋生物，经常大量吸附在海龟等海洋动物或船舶底部，增加航行阻力。中澳关系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那么要改善中澳关系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澳大利亚方面虽然做出了一些改善的动作，但是我们也看到，阿尔巴尼斯政府也强调他的对华政策与前任政府并没有根本的不同。
那么虽然目前来说两国关系有一些松动，这种矛盾状态也是两国关系现实上的一个反应。一方面就是工党政府很难改变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总基调，但另一方面呢，他又希望通过改变姿态来推动关系稍微有一些改善。澳大利亚现任总理阿尔巴尼斯对澳中关系恢复持谨慎态度。他曾表示，如果中国真想改善关系，必须先放弃近年来对澳大利亚若干出口产品实施的贸易惩罚措施。他就任后还火速前往日本参加四方安全对话，再提美英澳 AUKUS 联盟。美国是影响澳大利亚对外政策也是对华政策的最大的因素。那么在美国对外政策和对华政策不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我们也很难期待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会明显不同于美国。对于中澳两国防长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峰会期间会面，你有什么样的观察？中澳两国正常的官方交往几乎是全部中断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两国防长在新加坡相会期间的会面，可以算得上是时隔3年后中澳两国关系的一次破冰尝试。而除了形式上的破冰之外，两国防长在会面中也释放了不少积极信号。澳大利亚防长马尔斯说，这次会晤是促进澳中关系重要的一步，其言下之意就是我们的会面只是起了个头，接下来中澳关系还会有重要的第2步、第3步。而跟会见美国防长奥斯汀相比，中国防长魏凤和所展现出来的态度显然也是多了些许友好和善意。在会见奥斯汀时，魏凤和毫不客气地亮明了自己的底牌，也就是如果有人胆敢将台湾分裂出去，中国军队将不惜一战，不惜代价，并因此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然而在会见马尔斯的时候，魏凤和虽然也表达了坚决粉碎任何谋求台独企图的立场，但同时也重申了坚持两岸和平统一的基本方针。而在更早的时候，也就是澳大利亚新总理阿尔巴尼斯就任以后，中国总理李克强就不计前嫌，率先打电话表示祝贺了。几天前，中国商务部新发言人还建议借中澳建交50周年这样一个契机，来推动两国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双方都展现出了急于破冰的迫切意愿。